女飞行员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驾驶阿帕奇 AH-64执行任务。2018年8月2日，阿联酋雇佣军铁头小队接到消息，诺塔附近有个家庭急需帮助，小队热情送上急需物资。路上看着玩耍的小孩，几个月没有回家的老黑想起了自己的家人。路上停歇过后，他们的装甲巡逻车在峡谷之间快速行进。突然，一个光头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特种小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，将车载 M2HB 重机枪瞄准前方。男人神情莫测，抬手握住刀柄，顷刻间一枚 RPG 从侧面袭来。幸好外面装甲十分厚重，战车没有受到半点伤害。司机吓得迅速倒车，车顶的重机枪朝着敌人猛烈开火，同时向2号后援车请求支援。可不幸的是，2号车在赶来的路上也被 RPG 击中。紧接着，一群身背3级包的敌人手持 AK-47疯狂扫射。2号车想要后撤，可又遭到一枚破甲弹轰炸，瞬间燃起熊熊大火。他们被困山谷，无法支援，无奈1号车只能自救。双方站在原地展开了激烈战斗。突然，敌人扛起一把 RPG， 车顶的重机枪顿时失去作用。正在这时，后面增援的车辆中了敌人的埋伏。他们紧急倒车，紧接着第2发 RPG 射了过来，顿时2辆战车陷入了重围之中。司机挂上倒档踩油门，不料战车后轮一脚踩到了地雷。这时，总部的46辆救援车队迅速出发，在峡谷内穿梭。被困的战车冒着滚滚的烟，密集的子弹打在钢板上啪啪作响。远处还有狙击手随时等待他们开门的一刻。武装分子从4面8方围了过来，小灵通也失去了信号。不幸中的万幸就是，可遥控的重机枪还能对武装分子展开反击。救援部队如果不能及时赶来，这几个人可能都要命丧于此。可是又一枚 RPG 直射过来，巡逻车遭到了重创，重机枪也失去了作用。救援部队加快了步伐，外面的敌军进攻越来越猛烈。在多次火箭弹的打击下，战车还是被炸开了一个大洞。此时前来支援的部队赶到了附近，他们害怕前方有地雷，不敢贸然前进。正在这时，遭受重创的装甲车凭着一己之力开了出来，但是当大火上前救援的时候，又遭到了敌人的猛烈炮击，支援部队只好紧急倒车快速撤退。这时总部也迅速下达命令，被困人员情况危急，原部队必须立刻前往救援。队长只好单枪匹马冲进敌营，司机踩足了油门，朝着峡谷内冲去。两边的敌军也迅速调整炮口，做好战斗准备，一场大战即将爆发。队长冒着大无畏的精神，朝着敌人埋伏圈冲了进去。司机开车也十分谨慎。突然，一枚炮弹在他们车前爆炸，30毫米厚的钢甲扛过了这一重击。特种部队配备的装甲车果然厉害，竟然没有遭到半点伤害。车顶的重机枪朝着敌人炮兵阵地不断开火。这群不要命的匪徒再次装弹，对着队长的战车猛烈炮击。队长突然叫停了突进命令，迅速改成侦察攻击模式。车辆在炮弹的攻击下疾驰。这时，总部立刻派出阿帕奇 AH-64 武装直升机前去进行火力支援。任务过于紧急，飞行员小美内衣没来得穿就开始出任务。此时车辆再次遭受火力打击，武装分子的嚣张程度让人难以忍耐。嘴哥推开车门，对着冲过来的敌人猛烈开火。远处的狙击手早就等待着这一刻，扣下扳机一枪射了过去。嘴哥吓得摸了摸头，还好没有击中要害。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车里等待救援。如果认为躲在车里就没事了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外面的敌人把战车点燃，车里的人都被熏得昏头转向。看到队友受到如此的折磨，峡谷外的援军再也看不下去了。2辆武装车开始向峡谷内突袭，他们沿途遭到了敌军的猛烈，但是顾不上与敌军交战，司机只管踩足了油门朝前冲去。不料一脚压在了反坦克地雷，瞬间将其炸翻在地。此时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赶了过来，瞄准炮兵阵地就是一顿火力打击，瞬间将其消灭。阿帕奇再次转动方向，朝着山谷的高地进行猛烈开火，火力顿时遭到了压制。嘴哥手持步枪冲出来也参加了战斗，不料被远处的狙击手一枪命中。车顶的重机枪迅速对高处的狙击手展开火力压制，战友跳出战车进行救援。光头强扛起 RPG 瞄准直升机就要发射，但是没穿内衣的女飞行员太狠，猛烈的火力打击下，依然轻松躲掉几枚 RPG 炮弹，接着朝地面目标展开进攻。猛烈的火力打得地面毫无招架之力。打完所有弹药后，飞行员听从上级命令，调转方向离开了这里。地面的特种小队也展开了自救行动，他们操控的重机枪不间断向山头猛烈扫射。地面部队又派出多支救援力量前去支援，而接下来他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。男人扛起一枚火箭弹，瞄准武装直升机射了过去，武装直升机轻松躲过，随后又对着地面目标展开猛烈攻击。由于地面战况比较复杂，而且敌人拥有防空武器，
飞行员经过请示之后，打完所有子弹，调转方向，迅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没有了空中打击，武装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，搬着整箱的地雷来到路中间进行掩埋。这时总部通过无人机侦察到这个情况，想要告诉前去增援的车辆，可是由于高山阻挡或是之前的轰炸，导致通讯设备损坏，增援人员只能听到滋滋叉叉的电流声。沿路的武装分子依旧不停射击，而走在前面的装甲车一脚踩到了地雷上，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紧接着第二辆也压了上去，2台战车瞬间被炸成废铁。看到前来解救自己的战友遭到了同样的厄运，队员的信心又跌落到万丈深渊。指挥官通过无人机看到了这一幕，他迅速做出反应，再次派出部队进行增援。MATV 装甲车凭借20毫米的复合装甲，挡住了恐怖分子一波又一波的攻击。车顶的 M240 7.62毫米重机枪让敌人也不敢轻易靠近。队长发现道路两侧没有地雷，应该可以展开攻击，只要冲进峡谷，就有机会利用强大的火力快速突袭，吸引敌人注意力。随后被困的队友迅速抢占了掩体，剩余的车队则全力突击，争取做到全面压制。弹药就像雨点般的落下。面对这么多的重火力，武装分子的战术被突破，他们只能往高处转移。队员们在轻重武器的火力掩护下，成功救出了第一批被困的战士，同时第二组被困战友也成功获救。他们赶紧上车快速逃离，不料刚走不远，一脚又踩在了地雷上，燃起了熊熊大火。这时队长也一脸无奈，这场救援战硬生生打成了阻击战。突然一名武装分子扛起 RPG 射了过来，车顶的重机枪瞬间被击毁，其余的车辆还在压制敌人的火。躲在石头后面的队友发出手势，队长下令释放烟雾弹，峡谷里烟雾弥漫，车上的人员迅速下车，利用倍镜和战术射杀着武装分子。释放的烟雾让狙击手也失去了视野，反应过来的光头强带着手下冲了过来，但小队怎么会给他们机会靠近？其中一名队员爬上陡坡，绕到了狙击手的背后。就在他要下手的时候，武装分子一个个倒下。看着撤离的小队，光头强心有不甘，跑过来射出了所有的子弹。紧接着 F16 投下一片炸弹，宁静的山谷瞬间变成了火海。40几辆装甲车，最后回去的也只剩下了6辆。